我在垃圾场捡到个真千金，系统让我抚养他，每天骂他欺负他，练就他坚韧的性格。我恶狠狠地点头，这还不简单？我最讨厌小孩子了。16年后，我和来找他的家人们在校门口相遇。我踩着人字拖，手持2根淀粉肠。他爸妈开着豪车，抱着16份礼物，从1岁补到16岁。男主人上下打量我一眼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假千金依偎在男人身边，怯生生地看向真千金。姐姐，别赶我走。真千金怪异地看了他们一眼，然后直直地奔向我，一把抢过淀粉肠。爸，你又吃这个？我在垃圾桶旁捡到真千金的时候，她刚满月，她很瘦弱，就连哭声都微弱得像奄奄一息的小猫。但是我一抱起她，她就不哭了，那双圆溜溜的眼睛盯着我，忽而弯成月牙。我皱起眉，冷哼一声：别以为我会被你迷惑，我养你纯粹为了钱。系统有些无语。那你捏他脸干嘛？我飞快缩回手，可恶，被迷惑到了。我很快恢复理智，秉持着恶毒养娃原则，我给他买了母婴店里最便宜的奶粉，但是他似乎不太爱喝，小鼻子皱起来，眼里满是委屈，真够挑剔的，爱喝不喝。他却咿咿呀呀地伸出小手，握住我的食指，晃了晃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多接了个兼职，晚上买了适口性更好的奶粉。这对吗？他不喝好奶粉就长不大，长不大我还怎么拿他换钱？晚上睡觉，他格外安静。我翻来覆去，隔1分钟去探一下鼻息。还在网上搜婴儿不爱哭正常吗？直到第6次查看，终于把他吵醒了。你这是在……我只是确定他不会死而已。小家伙茁壮长到3岁的时候，我终于可以尽情发挥我的恶毒本质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捏着他肉乎乎的小脸蛋，恶魔低语：你将自己系鞋带。或许基因使然，真千金很聪明，很快学会了自己系鞋带、自己睡觉、自己吃饭，甚至自己洗袜子。这又是哪门子的虐待？你不懂，我的计划才刚刚开始呢。接下来我会让他学拖地、学做饭、学干脏活累活，让他成为我的奴隶。这个方向对了。没想到的是，真千金十分乖巧听话，让他干嘛就干嘛。但身为他最严厉的父亲，我不允许他有一点错误。于是，在他将拖布水打翻后，我双手抱臂，狠狠地责备了他：你这么笨，以后你亲爸妈还不得嫌弃死你？他眼里蓄着泪水，哭着跑进房间。我连忙跟过去，贴着门偷听，里面的哭声越来越小。我心急如焚，怎么办？该不会哭晕了吧？没那么夸张吧？你说的对，我再等5分钟。这就对了。4分钟、3分钟、1分钟，算了，直接看看吧。话音未落，我已经推门进去了。进去的时候，真千金正趴在桌子上画画。我一把抱起她，绷着脸解释：我刚才胡说的。你这么可爱，你爸妈不会嫌弃你的。爸爸，画上是一大一小2个人。我不要别人，我就要爸爸。我沉默了。爸爸，你别哭。我才没哭。后来我发现责骂他这招对他没用，反而每次都会把我自己搞得掉眼泪。于是我换了招数，我买了识字绘本，狠狠教他读书。这又是哪样？你不懂，我要用学习压垮他。第1天我教他你我他，第2天我教他爱恨喜欢讨厌。我爱爸爸，我爱爸爸。第3天他融会贯通，像小鸡一样叽叽喳喳，追着我说我爱爸爸，我爱爸爸。我红着脸怒摔绘本，可恶，根本没用。他上小学前，我要带他上户口，我这才意识到没给他起名字，一直叫他小家伙。这是个关键节点，你要给他起一个让他一生难忘的名字，让他痛苦挣扎。这里建议起招娣这种大众雷点的名字。我若有所思想了一晚。第2天，我自信地给他上了户口，并向系统邀功。我听从你的建议，起了个他不会喜欢的名字。哦，你终于开窍了。你以后就叫陆之雨了。啊！我得逞地笑了几声。小家伙讨厌雨天，我就让他叫之雨，他不得气坏了？爸爸，谢谢你让我跟你姓。哎，好像不对。上了小学后，我责令他必须好好学习。陆之雨乖巧应下，开始变得沉稳许多。他不再成天喊着我爱爸爸，一回家就做家务、写作业，睡前帮我铺床。看看，我们果然疏远了吧？说明目前恶毒育儿计划进度良好。但我却忍不住偷偷溜进他房间看他的情况。次日放学，他买了2根淀粉肠走过来。你哪来的钱？不是爸爸偷偷放在我书包里的吗？我那是不小心放进去的。那爸爸前天也不小心，上周也不小心，上个月也不小心啦。再说，这都是垃圾食品，谁让你吃了？我在他眼巴巴的注视中，3两口把淀粉肠全部吃掉。到家2小时后，我端着自己做的淀粉肠进了他的屋子。看到没？
这才叫健康。陆之宇没说话，眼睛却亮晶晶的，把淀粉肠吃了个干干净净。你这又是？你懂什么啊？我只是让他帮我试读。我心满意足的离场。陆之宇很聪明，几乎回考满分。终于在3年级的期末考试中，他英语只考了98分。怎么这么粗心大意？那2分为什么要丢？对不起，爸爸，我下次会注意的。陆之宇低头认错，沉默着进了屋。哎，这招好，你……话音未落，我已经望着陆之宇的背影，默默掉起了眼泪。老天啊，我都干了什么？你也没干什么。几分钟后，来厨房做饭的陆之宇看到了蹲在角落哭泣的我，我立刻站起身，抹了把脸。爸爸，你又哭了。我没哭，是被油烟呛的。爸爸，我下回会考满分的。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，爸爸很爱我。我僵硬着，偷偷搂住了他的肩膀。你不是要教育他吗？闭嘴！这叫扮猪吃虎。等他相信我，我再狠狠地伤害他。但是一直等了很久，我也没等到这个机会，反而等到了哭着回家的陆之宇。我已经很久很久没看到陆之宇哭过了。他一回家就趴在桌子上。小雨，怎么了？跟爸爸说，是不是谁欺负你？我焦急地转了好几圈，好说歹说，他才跟我哭着吐露心声。他们说我不是爸爸的亲生孩子。就这事儿啊？我松了口气。对啊，你是我在垃圾桶旁边捡的。陆之宇一愣。真是啊？是啊，我很坦然。我经常会对他说他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，但他没想到这是真的。他瘪了瘪嘴，又要哭。那咋了？陆之宇大脑过载，停下了哭声。我对你好不好？好。那是不是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？是。你不是我亲生的，会对现状有什么影响吗？陆之宇努力想了很久。没有。那不就得了？这本来是个很难解答的问题，可以给真千金带来心灵重创。别管，我有我自己的节奏。第二天，陆之宇上学，那几个讨厌的男同学再次嘲笑他是捡来的孩子。那咋了？刘小豪，你衣服脏兮兮的，你爸妈连衣服都不教你洗，肯定不爱你。周大宝，你回考倒数第一，你爸妈都不管你，肯定不对你抱希望。宋耀祖，你天天吃垃圾食品，你爸妈都不拦你，肯定不担心你的健康。3个小孩面面相觑，憋红了脸。反正你是捡来的。那咋了？我爸爱我，我怕什么？我和陆之宇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。他以优异的成绩上了市里最好的初中、高中。我兴高采烈地带他搬进了高中附近的房子。陆之宇得知租金很贵，主动要求去兼职家教，我却急了。不行！怎么不行？你兼职家教影响学习，到时候考不上好大学，就没办法挣钱养我。有道理。唉，我松了口气，又怕他真的听进去了，要辍学打工养我。我多养你几年没问题的，这叫长期持股。陆之宇笑了。谢谢爸爸。我拿出新书包扔给他。喏，路上捡的。爸爸，旧书包我还能用的。让你用你就用，哪来那么多话？陆之宇笑眯眯地接过书包，上学前还探头说：爸，我想吃淀粉肠了。知道了。当天晚上，我早早地带着淀粉肠等在校门口，准备接他放学。一辆看上去就死贵的豪车停在了学校门口，在一众家长惊讶艳羡的目光中，4个人走了下来。为首的夫妻保养得很好，浑身穿得珠光宝气，另外2个应该是兄妹。妹妹捏着哥哥的衣角，一脸紧张，哥哥则嫌弃地环顾一周，似乎不屑于和我们这样的人站在一起。沉寂许久的系统突然上线，许家来接真千金了。我愣在了原地。系统说过，我把陆之宇养到16岁的时候，他的亲生父母就会来接他，但我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突然。我下意识想上前，可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打扮，脚踩人字拖，身上穿着30块的 T 恤，头发略微凌乱，手里拿着2根淀粉肠，和陆之宇的家人形成鲜明对比。我抿了抿唇，没有动。2分钟后，高中放学了。陆之宇站在对头，梳着干净利落的高马尾，校服挽上去一截，露出结实的小臂。他似乎有什么高兴事要跟我分享，眼睛亮晶晶的，迫切地环顾四周。他知道我一定会来接他放学，但我却不由自主地往人群后面躲了躲。在陆之宇找到我之前，许家的人先一步发现了他，他们似乎提前调查过陆之宇，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许夫人率先上前，泪眼婆娑地轻声唤他：是你吗？不好意思，阿姨，你认错人了。许先生紧随其后，一边上下打量着陆之宇，一边解释：我是许氏集团的许志明，你叫许安安，是我们的亲女儿。
我们今天就是来接你回去的。周围人纷纷投去视线，陆之雨深吸一口气，尴尬地往旁边挪了一步。这是什么街头整人节目吗？我还要回家给我爸做饭呢，你们能不能换个人？许夫人倒吸一口凉气，仿佛听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。你在家还要做饭？我的女儿啊，你平时都过什么样的苦日子啊？原本保持礼貌的陆之雨，在听到这句话后，沉了沉脸色，还没来得及发作，那个小公主一样的女孩走上前，她一边抹着眼泪，一边抽噎着朝陆之雨鞠躬。对不起，这么多年是我占了你的位置，可是爸爸妈妈宠了我这些年，我真的不想离开他们。你可不可以不赶我走？只要你不赶我走，我给你当佣人。许家表示，诗雨可是许家失散16年的女儿啊，第一次见面就这么草率。再怎么说，也不该在校门口这种人来人往的地方吧？居然还让贾千金当众委屈巴巴的道歉，他们完全不替陆之雨考虑吗？系统看出了我的蠢蠢欲动，提醒道：别过去，等他回家，你就有钱拿了。我攥着拳头压制怒火，又听另一道声音响起：明珠，你不用这么卑微。男生心疼地搂住许明珠的肩膀，接着拦住了陆之雨的去路。你就用这种态度对待家人吗？我猜他想居高临下的逆视陆之雨，但陆之雨这些年营养太好，长得和男生一样高，对方只能试图用气势压倒陆之雨。爸妈找了你很多年，你有没有良心和教养？明珠哭着跟你道歉，你也没有反应，你是冷血动物吗？陆之雨忍不住了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朝着保安亭大喊一声：保安叔叔，有人骚扰我！陆之雨性格好，情商高，无论老师、同学还是食堂阿姨、保安大叔都特别喜欢他。他一声令下，看热闹的保安立刻挥舞着钢叉上前，退！养尊处优的许家人哪里被这样对待过？他们一边磕绊的解释，一边后退。陆之雨趁乱绕过他们，他在人群中快速搜索了一番，锁定了我的位置，像一只活跃的小鸟，蹦蹦跳跳地朝我跑来。看到我手里的淀粉肠，他又立刻露出不赞同的表情。胡说，这是我自己做的。陆之雨眯了眯眼，仔细看了看淀粉肠，一脸笃定：这就是外面买的，你炸的淀粉肠都会糊一小块。小点声，又不是什么光彩事儿。喏，垃圾食品不也是给你带了一份？谢谢爸爸。我却拉着他的手，头也不回地匆匆往家走。我不敢回头，好像只要一回头，许家的人就会追上来。路上，我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。我今天过得很开心，期末开家长会，我有惊喜给你。他顿了顿，又有些苦恼。不过放学的时候，我在校门口遇到了一家神经病，非说我叫什么许安安。许氏集团我倒是听说过，但我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女儿？我心里一紧，试探着问：如果你真是呢？陆之雨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在我紧张忐忑的注视下，他认真的回答：如果他们真是我的家人，那我一定会送他们去最好的精神病院就医。我被逗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还是忍不住说：可是他们很有钱。陆之雨一本正经的点头：对啊，我会送他们就医，然后把钱捐给更有用的人。他们那样的精神状态能花得明白吗？还不如让别人替他们花。我深以为然的点点头。闺女，你太有想法了。陆之雨勾起嘴角：是爸爸教得好。我俩就这样聊着天，一路欢声笑语回了家。可刚做好晚饭，不速之客就敲响了门。不用猜也知道，许家找上门了。我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。我正要起身，陆之雨却率先站了起来，语气平静：爸爸，我来开门吧。许家4口整整齐齐地站在门外，许夫人怕他关门，连忙拿出他的出生证明，又哭着拉住了他的手。安安，刚才都是误会，我真的是你亲生母亲。陆之雨回头看我，我目光躲闪。那就进来说话吧。陆之雨垂下眼帘，侧身让路。经历了刚才的闹剧，4人的态度疏远了一些，但也相对正常了很多。这是你哥哥许凌天，比你大3岁。许夫人介绍起他的家人。这是许明珠，比你晚出生1个小时。当年我和保姆在同一家医院生产，她偷偷换了我们的孩子，然后把你扔了。不久前，我们才知道珠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立刻动用所有关系调查，一直到昨天，我们才得到你的消息。妈妈真没想到，你过的是这种日子。许夫人看了看屋里的装潢，哭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嫌弃：这种地方怎么能住人呢？陆之雨冷了脸：怎么不能住？在陆之雨心里，这个家是他和我一点一滴布置出来的。夏天，我们一起坐在2手空调前吃西瓜吹风；冬天，我们抱着暖水袋挤在旧沙发上一起看电视。安安，你
你这是什么语气？许志明没耐心，尤其陆之宇接连2次对他这个父亲不敬，这么目无尊长，不懂规矩，一点也不像我们许家的人。他当即拍桌，拧着眉头瞪陆之宇。不必废话了，你现在就跟我们回去。许明珠连忙给许志明顺着后背。爸爸，您别生气，要给姐姐留一点时间收拾行李呢。哼，这个垃圾窝有什么值得收拾的？许明珠又看向陆之宇，声音软糯：“你快跟爸爸道歉吧，爸爸心脏不好，你别气他。爸妈其实很想让你回家的，我们准备了好多礼物，珠宝首饰、高定礼服，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呢。”一旁的雪凌天帮腔道：“爸妈和明珠辛辛苦苦给你准备了16份生日礼物，现在看真是白费了这份心意。”陆之宇坐在一旁，闻言嗤笑一声：“我看你们这一家挺和睦的，一唱一和，好像不缺我这一个吧？我和我爸过得挺好的，不劳你们操心了，请回吧。”这件事容不得你，既然你是许家的骨肉，就不能让你流落在外。许家养得起明珠，也养得起你。至于你的养父，几人终于肯施舍给我一点眼神。许志明语气带了些威胁：“我们不会亏待你。”许太太从包里掏出一张卡，放在桌子上，朝我挪了挪：“这是给你的报酬，里面是1000万，多谢你抚养。”她的眼神里并没有太多感谢，更多是一种公事公办，甚至带着一丝不屑。我能看得出，她对我教出来的陆之宇并不满意，她更喜欢许明珠那样乖巧懂事、会撒娇讨喜的女儿。但在我眼里，我的之宇是天底下最好的孩子。我攥了攥拳头，正要发作，就听到系统声音响起：“宿主，你别犯傻了，那才是人家的亲生父母，而且你养了他16年，不就是为了这么一天吗？等真千金回家了，系统还会再给你一笔钱，这不就是你一开始想要的吗？”我咬了咬嘴唇，这的确是我一开始想要的，但这么多年过去，陆之宇已经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我无法割舍掉他，就像我无法放弃我的生命。抬头的瞬间，我和陆之宇对上了视线，他安静地注视着我，等待我的回答。那双眸子像一对黑曜石，平静中蕴藏着力量，那是我用16年的心血、16年的爱，一点点雕琢出来的模样。我不想放弃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我张了张口，系统却再次提醒：“宿主，你有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过吗？许氏家大业大，他回了家要什么有什么，跟着你，他只能住出租屋，穿便宜货，还要帮你做饭、打扫卫生，小年纪就扛起重担。回了许家，他不仅不会担心没钱付房租、没钱上兴趣班，还会有很多人伺候他。你难道真要为了你自己的私心，让他跟着你吃苦受罪吗？”我愣住了，系统说的话句句在理，可我一看到之宇过去16年的点滴，便历历在目。我忍不住在心里反驳：“可是他们对之宇并不好，今天才见第一面，一家人就忙着给一个16岁的小姑娘下马威。我希望之宇回家是享福去的，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受苦。”我试图说服自己，如果让之宇选，他也一定会选择跟我生活的。他现在只有16岁，怎么会知道钱和权力的重要性呢？可你已经是大人了，你应该知道，这只是他的必经之路。他是真千金，需要洗尽铅华，一遍遍用自己的行动得到大家的爱。磨难过后，就是一辈子的幸福。你希望他长痛还是短痛？我沉默了，我找不出反驳系统的借口。陆之宇对我依赖，是因为16年来我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家人，我真正给他的少之又少。而许家那些人对他态度不好，一定是因为他们还不了解之宇。一旦他们和他相处久了，肯定会跟我一样，认为之宇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。我在陆之宇的注视下，伸出手，默默拿起了那张银行卡。许夫人对我的识趣很满意，随即看向之宇，仿佛在说，他都已经不要你了，你无处可去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陆之宇解释，于是一直低着头。但如我所说，之宇是个懂事的好孩子，他什么都没问，就猜到了我的选择。他站起来，默默回房间收拾好了行李。5分钟后，他背着新买的书包走了出来，几乎什么都没带走。见他这么干脆乖巧，许家夫妻的神情稍好了一下。许夫人牵起之宇的手：“走吧。”许明珠似乎没想到陆之宇这么轻松的回家。姐姐，你能放下过去真是太好了。她瞥了我一眼，装作无意的开口：“不过叔叔养了你16年，你不和他告别一下吗？”陆之宇没说话，可我却后悔了。回忆再次冲进我的脑海，让我不受控制地迈开步子。系统在我脑子里尖叫：“不要过去，让他回家！就算你想让他留下，你有那个能力吗？许家动手指，你就会死得很惨！”这样不对，我同样在心里呐喊着回应。其实我认为他应该回去，我也不能替他做选择。我还没问他，他到底要怎么选？我抓住了陆之宇的手腕，举起那张银行卡，紧张地注视着他的眸子。之宇，我还没问你，你想走吗？如果你不想，爸爸什么都不要，哪怕许家把我告上法庭，我也不在乎。我知道之宇一定不想走，他那双眼睛分明写满了不舍。可在众人不安的目光下，陆之宇却将那张银行卡塞回我的手心，摇了摇头：“陆叔叔，是钱不够吗？”我一愣，陆之宇低头看了看我拉住他的手，没有抽走，
只重复问了一遍。是钱不够吗？他又看向许夫人。妈妈，陆叔叔这些年对我确实很好。许夫人立刻会意，笑着又拿出一张卡递了过来。不好意思，是我没考虑周全，这里还有500万，你拿着。我没说话，心却一点点冷了下来。是啊，刚才我那么干脆的收了钱放他走，现在又搞这么一出，除了嫌钱不够，还有别的可能吗？见我没反应，知雨将这张卡也塞进了我手里，我慢慢松开了手，扯出一个笑。好，知雨，你以后一定要看媳妇。话音未落，陆之雨已经转身走了出去。我立刻跑去阳台，看着他上了车，我终于忍不住跑回卧室大哭起来。我哭了整整1个小时，系统才敢开口。宿主，别哭了，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任务，待会儿我会再给你1000万，以后你就是富一代了。你闭嘴！我哭着骂他。你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他不也是你亲眼看着一点点长大的吗？系统沉默了一会儿，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，试探着说：如果你特别想念知雨，我可以把你的奖励金换成跟随镜头，以后你什么时候想他了，就什么时候打开镜头看看他。我的哭声戛然而止，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。那我现在就要看。镜头里是车上安静的一家人。陆叔叔叫你知雨是吗？我觉得还是安安好听，不过你要是不习惯，我们可以先叫你知。不用了，我更喜欢安这个名字。许夫人十分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一旁的许明珠见状抿了抿唇，突然笑着开口：说起来，姐姐一定是看透了陆叔叔的本质，才愿意离开的。不过姐姐也真狠得下心，说走就能走，我真羡慕姐姐的气泡。陆之雨平静的目光落在他脸上，许明珠被看得发毛，却还是要在家人面前保持笑容，直到陆之雨语气温和地说：是的，我看出了陆叔叔的本质，也看出爸妈是真心来接我的，你也一样吧？许明珠愣了一下。什么一样？陆之雨耐心解释：你不是保姆的女儿吗？现在还在我们家住着，一定也是因为看穿了你亲妈恶毒的本质，又被妈妈好心收留了下来。不过我们不一样的是，你选择了离开你的亲妈，而我选择回到我亲妈的身边。陆之雨轻轻靠在许夫人的肩膀上，笑容灿烂地望着许明珠。所以你要比我还有气魄呢？我看着眼前的画面，忍不住破涕为笑。他说你恶毒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无所谓。我擦掉眼泪，语气里满满的自豪。只要知雨不落下风，我就算恶毒又咋了？从那天开始，我一空闲就打开镜头。一开始我还担心知雨回去后没办法保护自己，会被全家上下欺负，但渐渐的，我打消了这个疑虑。回家第1周，许明珠向许夫人哭诉，说知雨偷东西。知雨一声不吭，调出自己安装的卧室监控，发现是许明珠故意栽赃。回家1个月，许凌天向许志明告状，说他私自动了他的重要文件。知雨默默拿出时间表，说这1个月都在给爸爸帮忙打下手。许凌天被许志明狠狠骂了一顿。几番下来，夫妻俩对陆之雨越发满意。许夫人更是拉着他的手，心疼道：两个孩子都被宠坏了，还是你懂事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陆之雨乖巧摇头：没关系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只希望他们不要再说那种伤感情的话了。许夫人一愣。早上一家人用餐时，许凌天和许明珠联合告状，说许明珠只是碰了一下知雨那个破书包，陆之雨就冷着脸把他赶出房间。可见陆之雨不是真心想留下来的，说夫妻俩不怀疑那是假的。陆之雨却轻声道：我觉得一个人真心与否，不要看他说了什么，而要看他做了什么。夫妻俩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许志明忽而问道：这是姓陆的教给你的？陆之雨没有反驳，而是大大方方的点头应了下来。是啊，陆叔叔虽然贪财，但他教了我很多道理，也正是这样，我才能更好的成为爸妈妈的女儿。我已经放下了过去，希望哥哥和妹妹也能早日放下吧。夫妻俩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彼此的眼神里看到了惊艳和欣赏。另一边的我也默默流下眼泪。你是因为他对你的评价而伤心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已经不再费力气跟系统解释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陆之雨渐渐得到了许志明的青睐。他学东西很快，无论是公司上的事情，还是待人接物，他都能做得滴水不漏。甚至连许凌天都处理不好的项目，他也能快速上手。他在许家的地位一路水涨船高，直到1个月后，许夫人突然病倒，需要输血。同为罕见血型的陆之雨毫不犹豫地选择献血。另一头的我心疼得直哭，偷偷买了好多补品，却不知该用什么理由送过去，急得团团转。还没等我想到理由，就看到了病房里发生的一场闹剧。起因是许凌天搞砸了一个大合作。许凌天一进病房，许志明就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没用。我手把手教了你这么多年，结果你还不如刚接触家族企业的安安。陆之雨一边摆手一边劝解：爸爸，您别生气，哥，实在不行我去试试呢。这句话如同火上浇油，许凌天瞬间被点炸了。你别以为你有多了不起，你就是个血库。要不是妈生病了，我们怎么可能去接你回来？
来！此话一出，鸦雀无声。许志明和许夫人都慌张地看向陆之雨，陆之雨缓缓低下头，在众人的目光下轻轻啜泣着。许夫人连忙拉起他的手，慌忙地解释：“你别听他胡说，妈妈怎么可能把你当血库呢？我也不知道我会生病。”许夫人还想继续狡辩，可她对上之雨那双洞察一切、满是破碎感的眸子，就再说不出话了。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下一秒，陆之雨握住了许夫人的手，再展开。许夫人手心静静躺着一个护身符，这是我昨晚跪在佛前亲手编了1天1夜的。她的声音很轻，却重重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。妈妈，您没必要骗我，哪怕您真的把我当血库，我也愿意给您输血，只是因为您是我的妈妈呀。许夫人一愣，忽然紧紧地搂住之雨，哭得昏天黑地。一旁的许志明也深深动容，转过身偷偷拭去眼角的泪水。另一边的我望着这个场面发呆。宿主，这次这么感人，你怎么反而不哭了？我揉了揉眼睛，哭不出来，因为我认得许夫人手里的护身符。那是前年我和之雨想摆摊，网上批发的护身符，9块9 10个，还包邮。从那以后，陆之雨在许家的地位更高了。许夫人信任他，宠爱他，许志明也将培养重心从许灵天挪到了陆之雨身上。看到之雨在许家过得如鱼得水，我也渐渐放下心来。只是望着空荡荡的屋子，偶尔还是会失落。很快到了学期末，收到老师群发的家长会通知消息，我突然想起许家找来那一天，陆之雨说等期末家长会的时候有个惊喜给我。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了学校。班主任递给我一个时间胶囊，这是刚开学时每个学生埋下的时间胶囊。打开后，里面是陆之雨亲手写的一封信。信的第一行写着：爸爸，我有个秘密，其实我知道你的秘密。最近几年，我总是能听到你和另一个声音对话。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，因为你总是在心里夸我，我很喜欢听。我也不在乎我到底有什么身份，我只知道爸爸不会抛弃我，这就够了。但是最近，我发现有人偷偷跟踪我，我想我不能在爸爸身边待太久了。不过请爸爸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找回来的。就像当初你找到我一样。我彻底愣住了，他居然知道我的存在，不对啊，为什么剧情还在进行？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答案。电视上报道，许家出现了经济危机，千钧一发之际，许家16岁的千金出手，力挽狂澜。这一刻，我和系统都明白了陆之雨这么做的原因。当初离开是不得已，现在终于没有人能控制他了。就在这时，我接到了陆之雨的电话。爸，我想回家了，你能来接我吗？我骑上小电驴就往别墅区跑，一路上又哭又笑，系统也不拦我了，甚至还给我指引一路绿灯的路线。远远的，我看到陆之雨拎着行李箱站在路边，一旁的许夫人和许志明拦着他，不让他走。安安，你走了，许家怎么办？许志明眼下一片青黑，他现在显然已经知道了这一切都是陆之雨的手笔，但此时此刻，他也只能低声下气地求陆之雨别让许家的生意毁于一旦。许夫人也颤巍巍地抓着他的手，安安，我不要你输血了，你就不能留下来陪妈妈走完余下的时间吗？许灵天和许明珠则站在一旁，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青。陆之雨看到了我，那双黑眸瞬间亮了起来。我穿过人群，牵起她的手就走。你们站住！许夫人颤声尖叫，她是我的女儿，你不能带她走。我脚步一顿，回头看向她。她是你的女儿，那我问你，她是在哪儿丢的？许夫人死死地盯着我。第一医院后面小巷的垃圾桶旁。那是可回收还是不可回收垃圾桶？许夫人一愣，下意识回答：应该是可回收。错，是不可回收。我握紧陆之雨的手，那这就不是你丢的。许夫人连忙改口：那应该是不可回收，我记错了。我点点头，你知道不可回收就好。16年前，我在垃圾桶边捡到了一块蒙尘的宝石，她奄奄一息，哭声微弱。我带她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她有罕见病基因，存活概率很低。后来我把她养活了，这颗宝石洗尽铅华，人人都能看见它的耀眼夺目，连最开始丢掉它的主人也找了过来。但我始终知道，它不属于任何人，即使一开始是我救下它，我也不会将它镶嵌在任何首饰上，它该自由自在的发光。我和知雨回了家，这个小房子被我买下来了。我把客厅吱嘎作响的木地板换掉，墙壁也重新粉刷了一遍，但知雨的屋子我没有动，一切都像他离开时那样。你真的能听到我和系统的对话？陆之雨点头，我脸一红。那岂不是我每天的内心戏都被听了个遍？陆之雨笑道：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听到的。爸爸情绪激动的时候，我会听得清楚一点，尤其在那天许家来接我回家，你的反复挣扎都被我听到了。那天我差点就被系统说服了。系统说的很有道理，不过有句话他说错了。虽然我只有16岁，但我知道钱和权力的重要性。也正因为我知道，
所以我不会让他成为我和爸爸之间的阻碍。我紧紧抱住陆之雨，我的女儿远比我想象的厉害得多，她果然是世界上最棒的孩子。后来，陆之雨考上了全国最好的金融专业，我搬到了学校附近。她白天上学，晚上回来管理公司。许家的人一个个像鹌鹑一样老实。不久后，许夫人病情复发，但这一次她没要求陆之雨输血，而是要求和之雨见面。人之将死，她反复打量着陆之雨。早知道你这么好，当初我不该扔了你，我真的以为你养不活。安安，你恨不恨我？陆之雨摇了摇头。你给了我生命，又让我遇见了爸爸。许夫人愣了一下，忽地释然地笑了。之雨，这个名字真的很适合你。之雨毕业后，将许家的企业渐渐做大做强，却在公司最鼎盛的时候捐了1半的股份。他笑着对我说：“反正我们这辈子也花不完，不如让别人替我们花一花。”空闲时，我们环游世界；忙的时候，他在公司加班，我在公司楼下卖淀粉肠，2元1根，童叟不欺。每天我都会给他留1根，回家路上一边聊天一边吃。偶尔我也会想起系统，毕竟整整16年，他和我一起看着之雨长大。但从之雨回家之后，系统就不见了。直到几年后，系统突然出现在我梦中。喂，给我往这个卡里打点钱。你改做诈骗了？都怪你！你和之雨改变了我的系统代码，我一没忍住，绑定了个孤儿院院长。现在他没钱了，孩子们还等着吃饭呢。我一脸好奇，我和之雨怎么改变你了？系统语焉不详，在我追问之下，他才把他的运作规则甩了出来。他说，最后一条是突然出现的：1. 要让主人按照人设发展成长；2. 不要做超出剧情之外的行动。10. 当爱出现时，以上可以忽略不计，因为爱为最高优先级。